当我们使用一台手机的时候，是什么最直接的让我们觉得这台手机，确实挺好用的啊？还是哇这么卡顿、这么垃圾、这么奇怪？就是系统。硬件是基础，系统是灵魂。谁家的手机还不是两边大、四边窄的一块砖呢？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，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双九，欢迎收看小白测评手机灵魂系列。今天我们要聊的是绿厂 ColorOS。ColorOS 顾名思义，色系统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设计师很好的把自己的设计理念融合在这个名字里面了。整体界面给你的第一感觉就是一位清风飘影的小姐姐，和华为放在一起，这大叔和妹子马上。ColorOS 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轻巧，图标设计扁平极简风，其他界面也大量使用了细线风格的图标和无衬线字体，配合全局的低饱和度色彩，极大的降低了视觉重量。就像是你看日系小清新风格的美女图，你就觉得很轻，而这种图看起来就有重量感了。看久了之后，你甚至会觉得手机都轻巧了不少，甚至躺着玩手机被砸脸的时候，这个该疼还是疼啊。而 ColorOS 为了保证这种视觉效果的连贯，还重绘了许多常用的第三方图标，比如抖音、快手、支付宝、京东、淘宝、拼多多的图标被进行了简化，只保留了容易辨识的核心元素。所以大家都在其他几个 app 里边分几亿的时候，我就只看到了乐视欠了122亿，弄得我还以为乐视准备分欠条，让用户帮着一起还债呢。不光系统的视觉风格轻巧，代言人也是很清新啊！看看 OPPO 的历届代言人，王俊凯、陈伟霆、周杰伦、郑恺、李易峰，还有我不知道叫什么的这位和这位。不光代言人和我一样的帅啊，就连别家服务界面都只是文字图标的时候， OPPO 服务菜单的图标都是小鲜肉。同时 ColorOS 天气 App 内的生活建议里，除了防晒建议之外，还有化妆建议，会根据天气情况推荐妆容，注意保湿还是控油。 OPPO 为了妹子的市场可是着实花了心思。每个人的审美和喜好都不同， ColorOS 还提供了大量的自定义设置，蓝绿兄弟果然很像。在个性化定制里面，你可以修改图标的风格、桌面布局、指纹样式、系统强调色、通知栏图标形状，你甚至可以自定义个性铃声，不是换一个自己喜欢的音乐，而是通过修改坐标轴生成完全不同的风格，只属于自己的系统铃声。只是这个添加录音的功能显得有些鸡肋，只是把录音内容叠加在系统铃声上，而不能跟随坐标来进行修改，同时也不支持调整非系统的铃声。你说这铃声要是支持自定义，辨识度得多高？ColorOS 还自带了一个叫做 Art Plus 的壁纸合集，包含了许多艺术家专为 ColorOS 设计的壁纸，并且定期更新，每一期还附带简介，用优雅的文字给你介绍一下当期的主题和一些人文、一些历史。在这个大家都在低头看手机、看电脑，一会儿不刷微博、微信就感觉跟不上潮流的时代，又会有多少人抬头看一下晴朗的夜晚，抬头看一下这美丽的蓝天和星空？用 Art Plus 壁纸，让你每一次亮屏都是一次美丽的邂逅。你看这星球是多么的……不好意思，这个是瓷器啊。如果 Art Plus 不够喜欢，那么不妨尝试一下灵感壁纸。这个功能可以把任意一张图片通过算法自动生成为蓝色、红色、绿色、紫色的金字塔，有点怪啊。如果自定义还满足不了你，你还可以在主题商城购买主题，满足自己的喜好。毕竟这年头，谁还每个主题商店呢？开头的时候我们提到 ColorOS 的第一印象就是轻巧，除了界面设计之外，系统操作上面也下足了功夫，比如联系人、日历、闹钟等系统自带的输入框、设置卡片都被设计在了屏幕的下方，极大减轻了单手操作的麻烦。在桌面的时候，也可以通过屏幕的两边上滑进入图标下沉模式，手指无需离开，直接移动到对应的 app 上即可打开。只是在对付文件夹的时候有点不太方便，手指移动到文件夹上只能进入文件夹，不能直接打开文件夹的 app。相比之下，魅族的桌面侧滑要更加直接一些，无论在哪一页都可以直接找到对应 app 并打开。像我这种安装了数百个 app 的人，在空虚寂寞冷的夜晚想找寻一些安慰的时候，就可以快速的找到那个 P 开头的 app， 查看我喜爱的内容。别乱想，我说的是 PP 体育。很多常用的操作 ColorOS 也做了优化，比如日常的截图功能，在3指截屏的基础上，只需要短暂停顿就可以直接进入区域截图，然后直接分享到微信、QQ 等软件，不需要再点开软件选择截取保存，最后再发到微信。在你的公司群、班级群所要签到截图、作业截图的时候尤为重要。你多花了10秒钟，群里60个人就是10分钟，你就浪费了别人10分钟，你这是谋杀。你老师说的。当然你也可以反驳老师，老师你训我花了1分钟，全班60个同学就是1个小时，老师你该下课了。
闪回键的功能非常方便，王者要被杀等待复活的时候，就可以回到桌面继续使用其他 app， 而不用在游戏界面打开一个小的可怜的窗口查看消息或者视频。当然，对于我这种出神入化的王者大神，仅仅1周就在游戏的闲暇之余看完了36集的追续。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，你只要愿意挤，总还是有的。鲁迅说的。全局的智能侧边栏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功能，除了可以快速视频、实时翻译之外，你还可以设置快速扫码、快速付款以及常用的 app。Brino 的弹窗提醒也进行了优化，当我们收到一条高铁订票短信 ，Brino 会整理好行程信息到弹窗提醒。手机电量低于一定程度的时候 ，Brino 也会弹窗提醒附近的共享充电宝的位置。到点休息时 ，Brino 也会弹出睡眠的建议。细心的你一定发现了，这些功能一般情况下需要2到3步以上的操作才可以完成。到现在你只需要1步，如果一个步骤多花了10秒，一天就是100秒，1年就是10小时，时间就是金钱。这不光节约了你的时间，也在为你省钱。这是我说的。简单总结，从头到尾啊，我们好像都没有讲过什么特别牛逼的功能，就像闪回键个性化等功能 ，vivo 也都有，界面设计魅族也很出色 ，ColorOS 的变化远不如 Android OS 来的惊艳彻底。从1.0到11，看起来只像是跟随潮流的例行升级，所以 ColorOS 到底出色在哪儿呢？就是轻巧。贯穿了整个手机软硬件，就像是 ColorOS 的官网一样啊，从头到尾没有什么繁复的元素，整个界面干干净净，只保留了想表达的核心。ColorOS 极大的减轻了系统的重量感，更加轻松的界面设计，足够简化和直接的操作流程，都让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紧张感。这种设计思路不光延伸到了看得到的和摸得到的地方，甚至延展到了听得到的地方。比如 ColorOS 自带的铃声大多没有什么高音，并且节奏舒缓，减少了用户听到铃声时的紧张感。相比之下，你再听听这个铃声和闹钟，在这种铃声中每天起床，我的感受是。很多人都会问啊，这有什么用啊？现在生活节奏这么快，一个操作系统的舒缓又有什么作用？这些细节又能怎么样？确实不能怎么样，但生活之中不本就应该轻一点吗？辛苦上了一天班，回到家在沙发里葛优躺打游戏，即便是玩电脑，你也希望坐在一个舒服的椅子上放轻松，然后周边再放上一杯奶茶，旁边还有一包手纸，用来裹住奶茶，防止烫手啊。这些就是你生活之中的轻。从务实的角度上来讲，赚钱、学习、睡觉不就够了吗？而打游戏、看电影这些看似轻松的东西不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改变，甚至占用了你的时间，耗费了你的金钱。但没有他们，你会感觉枯燥、紧张、难受，没有乐趣，反而会觉得生活没有什么意义了。完善到了11代 ，ColorOS 已经没有什么明显的缺点了，操作逻辑也都非常合理。不过钱包、书城、应用、商店、小游戏还是有广告的。但是无处不在的轻巧是 ColorOS 带给我们最大的感受。这个轻可不是简陋。我觉得都是自家兄弟是吧？要不然他改名叫轻 OS 算了。轻巧也是小白测评手机灵魂系列想要给大家的感受，并不是想让你看完这个视频就把手机扔了，或者说直接换手机，而是用一些别的角度让你去了解一下其他轻松有趣的系统。希望这个系列能对你产生一点点帮助。OK， 本期视频就到这儿，下一期手机灵魂系列你想听我们聊哪个系统呢？可以走一波弹幕。更多内容和精彩，大家可以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。今年发布的各种新机，我们都会为大家带来首发体验，他们的所有数据都已经更新到了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，都可以扫码关注。不过真体验，小白测评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